十里洋场烟花地，风云际会上海滩。城市 C 位的百年建筑，楼尘吹影的花园洋房，即使无法亲临现场，无数的经典镜头也会让你流连难忘。大家好，我是看得起豪宅戴叔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套豪宅啊，故事感满满，是上海滩难得一见的单体花园洋房，占地5000多平，里边的小花园就将近2000平，从规划到建成耗时10来年。那85年前，上海航运大佬家的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呢？上海陕西南路30号马乐别墅，走着。精心打理的摩门园一旁是马乐别墅的外侧围墙，满砌耐火砖，不仅美观，还防宵小来闯关。咱们现在在东门，这种中式琉璃瓦的门头看上去平平无奇，其实呢，规制相当于古代的3品大园。进门建筑整体坐北朝南，画栋飞蒙，一侧北欧城堡立面，檐瓦陡峭，易守难攻；一侧斯堪的纳维亚的立面，维京风情，赭红相通；挪威式高陡尖塔很张扬，哥特式双坡屋顶很克制，鳞状覆盖的金属轻嵌瓦很沉稳。用嵌材做屋顶，在北欧是常态，马乐别墅也不例外。更北欧的是，还有各种这种老虎窗和大面积的采光玻璃。这种造法特点，有人说是因为犹太人勤俭，有人说采光有了就省电省料，也有人说这是北欧人的传统，因为那边常年极夜漫长，所以就特别希望免费的光照。那这叫智慧呢，还叫白嫖？这次我们很多地儿都拍不了了，因为这里边拍摄条件受限，那怎么办呢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拍。我不知道这种新的拍摄形式大家观感上会好还是不适应，但是不尝试怎么知道呢？万一大家喜欢了，是不是？走了。马乐呢是个冒险家，他胆识过人，年轻的时候不是买彩票就是赌马赌狗，而且他的运气实在是好，靠着赌马赚了很多的 W， 这为他后来的航运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这匹叫博洛尼克黑油的马也被马乐造成了青铜像，立在这个显眼的位置。还有他们家的狗子也埋在这儿了，立了个铜像，标准统一。后来呢，马乐就子承父业，搞起了航运代理，类似于今天的国际电商的物流公司。所以海淘1代目的他淘了很多海卵石摆在花园。你像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有玩石头的朋友呢，给长长眼，这几块石头加起来能换几辆特斯拉了。这个小画坊是当年马乐给自己的女儿戴安娜设计的。民间有个说法，就是马乐女儿戴安娜午睡的时候梦到了一个房子，醒来之后给她画出来了。那马乐呢，就根据这幅画就造了这个马乐别墅。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做梦尽量不要梦太小，梦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小画坊正对的是1000多平方的草坪。以前张艺谋来这儿取过景，梁朝伟和杨千嬅也来这儿拍过电影。现在这儿有排队到明年的各种包场婚礼，象征无数新人对于爱情美好的憧憬。1到10分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来打个分。从南面的玻璃阳光房进来，穿堂入室就到了室内部分。这套别墅室内全无油木，加上砖木结构，所有立面包括地板和天花板一水的大航海 style。里边各种设计和装饰细节可以用不厌其烦来形容。比如1楼的这个苏式园林狗，它是中空的，站在居中的位置说话，直接原地感受环绕声场，这个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乐趣。木雕宝瓶把青花瓷关在里边，意味关注我保平安。旁边扶墙上的铜钱元宝莲花座，古法工艺，娟雕鱼檐，是不是寓意一箭3连？这俩限量款的罗马柱两头小，是中间鼓，承重相当靠谱。为啥说这是限量的呢？因为一般的罗马柱是由柱础、柱身、柱头3段拼接而成的，但这俩是整根实心非拼接的，说是限量可能都差点意思，这个得是收藏级别了。这楼梯也挺 plus 的，这个是那个舵，管方向的舵，这块呢是桨。有桨有舵生活已经离不开工作。说到楼梯，里边的楼梯几乎都是双动线设计，这种设计是大户人家的待客之道，一侧呢是给主人和宾客走的，另一侧是留给仆人们小跑到前面候着的。2楼的中厅连接了6个房间，
但现在呢，它们都被改造成了马勒别墅饭店的包厢。也许有小伙伴会疑惑，这马勒不是英籍犹太人吗？为啥这么痴迷中国风呢？因为他出生在上海，是位上海人，所以对中国文化打根上就很接受、很理解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不遗余力。现在有很多人这么设计自己的家，如果大家想看，就告诉我，咱们回头就办啊。提到这个，我还得给大家唠一下这房子的历史。它原本是马勒的私宅，后来被日寇占领，成了日本军人俱乐部。马勒当时被关进了集中营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这儿才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办公楼。当时里边很多地儿都被刷成了大白墙。直到20年前，他被上海市恒山集团接手，本着修旧如旧、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，经历了一系列的专业复杂的还原工程，才变成现在咱们看到的样子。这里有趣的设计和每个楼层都有很多可讲的内容，但天有不测风。房没看完，有点遗憾，尤其是戴安娜的闺房里边有保险箱、猫洞等等这些各种各样好玩的设计，细节很有意思。还有马勒先生的主卧里头的故事，让人行思作忆，久久不能忘记。建筑是历史的物理符号，尤其是那些被修旧如故的老建筑，在历史课本上，他们诗意隽永、栩栩如生；在现实生活里，他们历久弥新、言雕细塑。而视频的形式能够把他们和我们拉近距离，见字如晤。未来咱们也会成为历史，建筑也会留下咱们的生活痕迹。所以我很想把这些沧桑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分享给你。尤其上海有挺多这些百年建筑，很能体现这座城市海纳百川、大气谦和的精神，让更多人 get 到它的气质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有价值、有温度的。这些视频是若干年后我自己还愿意看的，就算不知道100年后它会变成什么样。有时候很多事儿选择了就全力以赴，但不必飞蛾扑火；有些事儿放弃了就干脆利落，也别悔恨自迷，因为变化永远是计划的一部分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觉得还行就点个赞，转发你身边的朋友。想看更多豪宅就来关注我，我是爱叔，豪宅就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下期见。